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歡迎大家嚟到風水書讀特別節目《原遊記》。沒錯，我們的新節目呢，就希望帶領觀眾們去到世界各地，去探訪很多的名山大川、宗教的寺廟道觀，領略文化的魅力。今日呢，我帶大家嚟到馬來西亞吉隆坡世界建築奇蹟嘅雙子塔。好，師兄，我們在雙塔之下喝着咖啡，真的是很 chill 啊。冇錯，我呢個 Apple Juice 嚟嘅。對啊，但是呢，在喝好喝的飲料的時候呢，我們也是希望能夠給我們的觀眾帶來一些風水的講解。能不能跟我們講一講雙子塔的風水精妙之處到底是什麼呢？犀利啦！主要呢次帶我哋嚟到呢一度咧，就係一個好好飲嘅地方嚟嘅。咁但係咧喺我身後嘅呢個雙子塔咧，其實個設計師咧係個鬼佬嚟嘅。不過咧見到外國嘅建築啦，係個鬼佬設計係好正常噶嘛。沒錯。但係我同你講咧，香港李超人嘅長江實業大廈亦都係佢設計嘅，所以話俾你知咧，呢位設計師咧佢其實係好明白中西方呢個建築嘅理念，而且他應該懂風水。暗合風水之道，沒錯，暗合風水，冇錯。所以咧呢個雙子塔佢本嚟嘅精妙咧已經超過佢嘅建築本身㗎啦。沒錯，佢呢個格局咧就係將呢個建築嘅完美性啦，陷入咗一個叫做山水嘅佈局裏邊。咁我哋又話啦，靚嘅山水佈局咧就要形成一個藏風聚氣嘅，冇錯啦。嗱，見到雙子塔啦，喺我哋易經裏邊講，其實一就為陽，二就為陰嘅。咁啊，雙子塔咧，你睇個樣好似係陰嘅喎。咁事實上咧，我哋見到咧，除咗佢係兩個塔之外咧，你望一望佢個門口係咪唔係正南正北㗎？佢個朝向，它的朝向是向哪個方向？你望住 Public Bank。哦，它是向着銀行的。係啊，為什麼會這樣去佈局？嗱，我首先唔同你講點解要朝住呢個銀行先，因為一陣間我解佢個大格局嘅時候我會講噶啦。好，但係咧呢個咧就係一個朝住西北嘅方向嚟嘅。西北嘅呢個方向咧屬於乾卦，乾卦係先天之卦嘅排第一 number one 叫做極陽之數，所以咧佢用咗呢個方向取咗個極陽，用咗佢個樓層兩個嚟代表咗陰陽交溝天地定位咁啊。水火既濟，所以佢喺呢一度永遠都係成個 KL 嘅商業中心，而且個寫字樓嘅價值咧，亦都係最貴之一嚟嘅。哦，師兄啊，你這麼講解我就能理解了。但是呢，我也發現兩個塔之間啊，好像有一個這個人行天橋，它這樣的佈局又是什麼寓意呢？嗱，點解唔係喺上面，另外一個門？對，要攔腰斬咗佢咧。在中間的地方有一個橋。中國人咧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咧，叫做天門開，地門閉嘅。依家咧有個橫廊，就等於咧打開咗個天門，去納更加大嘅財氣入到佢個雙子塔裏邊。咁啊，天門開咗啫喎，咁個地門喺邊？你知唔知啊？地門啊，我想一想啊，我覺得可能是剛才你講的這個大門口，在地下的。誒，冇錯啦！嗱，佢呢個下邊咧，成個嘅廣場加埋地下嘅噴泉咧，以及佢個入口咧，就凹咗入去，形成咗一個子宮咁嘅樣。子宮係乜嘢啊？孕育。係啦，坤為地，孕育萬物，同埋亦都最強嘅呢個吸納力嚟嘅。你睇，一開一合一立一藏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強嘅部分。師兄啊，我突然想到一個詞，就叫生生不息。它能夠從90年代到現在一直還是這麼繁榮，應該與它的這個佈局很大關係。係啊，我哋見到澳門嘅賭場嘅佈局啦，或者香港中環嘅佈局啦，但係喺商業嘅佈局裏邊咧，佢都好講求咁呢個平衡，同埋我哋嘅40有象嘅。哎，那師兄，你既然提到了40有象，那麼我們能不能跟他剖析一下這個雙子塔的40有象是怎麼佈局的呢？嗱，其實咧，呢個雙子塔咧，佢背靠嘅
一定係要做玄武山嘅啦。玄武山，玄武山咧有啲遠嘅叫做地底旺沙山脈嚇，地底旺沙山脈就是它本地的一個很有名的山。冇錯啦，呢個山脈咧亦都等於 KL 嘅一個龍脈嘅所在嚟嘅。咁啊嗱，有咗呢個山脈啦，即係有咗一個好有力嘅玄武啦，咁代表咗佢嘅貴人運啦、靠山有力啦，係啊，咁啊佢會屹立不倒啦。咁啊再睇翻佢左邊嚟左青龍，一排都係乜嘢啊？哦，都是金融中心啊，銀行啊。冇錯啦，金融中心啊、銀行啊，所有嘅嘢都俾到佢好大嘅力量。我哋話，沒錯，青龍護衛，青龍有力，亦都代表咗佢係可以旺到好大嘅財運啦。沒錯。咁右手邊啦，就係佢嘅白虎位啦。佢嘅白虎位咧係零零星星嘅。對，而且它的白虎位好像特別的，因為它那個牆上都是有一些草的，為什麼會這樣去佈局呢？因為咧，我哋話白虎嚟講嘅話咧，就係千祈唔好俾佢太飽。咁啊，如果佢係食草唔食肉嘅話咧，就傷唔到你自己。明白，就是為了它這種氣勢不要太強，冇錯，所以增加一些外部的這個植物的裝飾。你諗下一個動物淨係食草食植物，佢個溫和一點極都有限啦。沒錯。好，那剛才師兄講的青龍啦、白虎啦、玄武啦，那朱雀呢？它的朱雀在哪裡？朱雀奇怪啦嚇，朱雀咧，你以為係咪下邊嘅噴泉？對啊，我以為是下面的廣場是它的朱雀，係咪？咁其實就未必係全部，亦都講咗一部分。因為我啱先我講咧，佢嘅對面咧有個 bank 嘅，有個銀行 bank 就係叫做 public bank， 人民群眾大眾銀行嚟嘅。跟住咧，嗱，我問你啦，錢銀佢五行屬乜嘢？我覺得是屬金的。係啦，但係亦都屬水，也都屬水，亦都屬水。點解咧？因為錢銀係流動嘅，哦，就交換啦，金玉亦都屬金嘅，所以佢金水相生，金水相生，令到佢成個朱雀位係好強嘅，生生不息。同埋咧，嗱，我同你講啦，呢個水池咧，佢唔係好似平時咁嘅，人哋好多嘅啲噴水池咧都係圓形咁嘛，沒錯，佢個噴水池咧係長方形嘅喎，對，是像一個游泳池一樣的。你知唔知攞嚟做咩啊？估下你，我覺得像一個飛機跑道。難道是給朱雀降落的嗎？嗱，佢前面有咁大嘅銀行，即係有好多財水啦，長方形嘅，好似一條繩咁樣，鎖鏈咁樣，將啲錢咧拉過嚟俾雙子塔所用，所以咧咁啊，我哋嘅雙子塔咧就有住源源不絕嘅財運。我想呢，就是那個朱雀下來了以後，就把財氣帶來了嘛，源源不斷的從銀行吸納財氣給到雙子塔，然後降落在雙子塔那裡，降落平穩地降落在它那裡。係啦，可以咁樣去理解，因為咧所有嘅佈局咧應該都有佢自己嘅意思。如果無緣無故呢個佈局係擺咗喺呢一度嘅話咧，佢肯定起唔到佢呢幾廿年嚟都係咁成為世界嘅矚目，係啊。沒錯，師兄啊，在這裡呢，我自己和林鶴老師啊，就是在討論風水的時候呢，我突然在他那裡學了一招。我覺得是不是可以用在雙子塔這裡？就是他說兩個大廈之間有橫梁，叫提欄煞。係。然後他說提欄煞其實是主影響力、主傳播、主名氣的，是不是有這種說法呢？有嘅。同埋咧，因為佢拉咗好多嘅呢個財氣。如果財氣咧喺兩個塔之間咧，佢會流走咗。佢啱好就有呢個咁嘅閘住咗閘門，令到佢嘅呢個財又穩定，佢嘅名氣又強，佢影響力又大。所以咧，阿林學咧講咗一半，我又講埋一半，你又學識晒啦。很棒，係啊。好，那剛才師兄啊，也跟我們分析了一下林鶴老師的一個這個原理嘛。但是呢，我覺得我聽完林鶴老師的課和師兄的課啊，你們兩者之間好像有一定的這個差異。他說朱雀的前方要開闊要平，玄武要高有力。但是好像跟咱們這個雙子塔好像有點出入喎。嗱，首先我想講咧，林學嘅課冇教錯，我嘅課亦都冇教錯，我哋同事都係咁認為嘅。但係可能林學老師咧就冇同你講到啲好深嘅嘢啦，因為啲嘢都藏咗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裏邊嘅。就是高階課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唔緊要嘅，如果大家有聽過我講三元九運咧，就知道咧，其實每一個元運裏邊咧，其實都有一個地方要高，一個地方要低嘅。咁咧嗱。低嘅地方咧，我哋叫做水；高嘅地方叫做山。咁我哋係每一個元運咧，佢嘅元運嗰個數字嘅 number，佢一定要攞嚟做山嘅。咁我哋嘅
七運咧就喺我哋西同西北嘅方位呢度。咁咧我哋依家呢個 Public Bank 嘅呢一排咧，其實都係雙子塔嘅西邊。西邊見到高，代表咗乜嘢啊？見到山，跟住咧正對嘅佢嘅東邊咧係矮好多嘅，依家都冇乜太高嘅建築嘅，就要矮一寸為水。所以咧佢攞咗成個七運嘅山水格局嚟定位，呢個就立咗先天嘅三元九運嘅氣，呢啲比佢自己制嘅更加強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其實風水它不是一成不變的。要根據每一個地運的改變來改變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因為咧風水咧，我哋係一個實踐嘅功夫，佢唔可以就話前面嘅朱雀一定就要開闊，但係我哋根據我哋嘅元運喺我哋九運裏邊咧，南邊嘅時候見到少少嘅高嘅建築物，反而獲得咗人丁嘅加持、貴人嘅輔助嘅。喂，師兄啊，剛才在我們講的過程當中呢，我觀察到一個很神奇的現象，就是在我們的右手邊和左手邊分別出現了一隻烏鴉。這個是什麼意思呢？因為咧，我講緊啲咧係好有靈性嘅嘢。你知道我而家啦喺全世界除咗講風水講道之外咧，一啲靈性嘅嘢咧，我已經涉足咗。神性的開啟是嗎？冇錯啦，所有有靈性嘅動物咧，佢其實同我同頻咧，都會喺呢一度去感受呢一切嘅。好，那非常感謝師兄的講解啦。多謝我哋兩個雀仔。對，也非常感謝他們的聆聽。那如果大家對於我們中華智慧大講堂的課程感興趣的話，可以添加我們師兄助理的 WhatsApp。好，那我們本期的玄遊記結束了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福生無量天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風水節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好啦，依家由阿子耀講先嘅。OK， 冇問題。嚟3、2、1，開始。哎，師兄啊，我注意到一個